第3章现代化的悲歌。下，红黑联盟与自杀式革命1970至1989。序幕：繁华顶端的裂痕。1970年代的伊朗看起来就像一艘全速前进的铁达尼号，甲板上灯火通明，香槟流淌，石油美元堆砌出的大文明梦想让全世界眩晕。然而，就在国王穆罕默德·比萨·巴列维戴着墨镜驾驶飞机俯瞰他的帝国时，他却没有看见水面之下2个截然不同，甚至互为死敌的势力正在黑暗中悄然握手。这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。知识分子背叛了理性，群众背叛了繁荣，而历史则背叛了那位孤独的国王。这场后来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，并非突如其来的神罚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自杀式谋杀。Part 1： 幽灵的回力镖。从1933到1953。要理解1979年的疯狂，我们必须先挖出埋在巴列维王朝地基下的那颗未爆弹。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达西协议吗？1933年，老国王理查汉发现英国石油公司一直在账目上动手脚，愤怒地讲，谈判文件扔进壁炉。然而，在英国战舰的炮口下，无奈的他被迫签署了延长石油租约的协议。他以为这是权宜之计，殊不知这多出来的32年租约成了儿子脖子上解不开的绞索。1951年，一位名叫摩萨台 Mohammad Mossadegh 前朝卡加王朝的后裔的贵族政治家站了出来，他抓住了这份协议的痛脚，高呼石油国有化，瞬间点燃了伊朗人的民族自尊。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在这一刻被塑造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傀儡。随后发生的事是所有伊朗人心中永远的刺痛。在当年美苏冷战的背景下，美苏两国都在各国的内政中高度的参与。1953年，美国 CIA 发动阿贾克斯行动 Operation Ajax， 推翻了民选的摩萨台，将逃亡的国王重新扶上王座。从那一刻起，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就出现了永久的裂痕。对于伊朗百姓来说，无论国王后来盖了多少学校，发了多少土地，他始终带着美国代理人的原罪。这股被压抑的屈辱感在地下流淌了20年，等待着一个火种将它引爆。Part 2：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，红色与黑色的联姻。然而，光靠对美国的仇恨还不足以推翻一个拥有强大军队的政权。革命需要理论，需要一个能让时髦的大学生和保守的农民都能听懂的口号。这时，一个危险的思想病毒被制造出来了。制造者名叫阿里·沙里亚蒂 （Ali Shariati）。我们在前作中提过，他并非传统的宗教人士，而是一个留学法国、深受马克思主义与暴力革命理论影响的知识分子。他做了一件天才而可怕的事，借壳上市。他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偷换概念成了伊斯兰的圣战。他将无产阶级翻译成了古兰经里的被压迫者 Mustazafin。他发明了红色什叶派的概念，告诉年轻人，真正的信仰不是黑色的哀悼，而是红色的流血与革命。这就是巴列维王朝崩溃的催化剂。共产主义的幽灵穿上了伊斯兰的长袍。原本互不相容的两股势力，信奉无神论的左派共产党红色与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士黑色，在反对国王的大旗下，
结成了怪异而致命的同盟。左派以为自己在利用教士发动农民起义，教士以为自己在利用左派冲击政府机关。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操偶师，却没发现他们共同释放出的是一只失控的弗兰肯斯坦怪物。Part 3： 致命的误判与雷克斯之火。面对这股暗流，国王在做什么？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战略误判。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他，加上北方苏联的威胁，让他始终认为红色的共产党才是最大的敌人。他拿令人闻风丧胆的秘密警察萨瓦克 （Savak） 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监控大学校园，抓捕左派学生，查禁马克思的书籍。但他却漏掉了最危险的地方——清真寺。在国王眼里，教士虽然保守，但至少是反共的，不足畏惧。于是，当左派的声音被压制时，清真寺成了唯一合法的集会场所。流亡在伊拉克的霍梅尼 （Khomeini） 将他那充满煽动性的演讲录在磁带里，像病毒一样通过清真寺的网络传遍了伊朗的每一个角落。1978年8月，灾难降临，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 Cinema Rex 发生大火，400多名正在观看电影的平民被活活烧死。虽然现代证据指向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为了制造混乱而放的火，但在当时，谣言却异口同声地指向了国王的萨瓦克。暴君烧死了他的人民，愤怒彻底压倒了理智。德黑兰的街头变成了火海，几百万人走上街头，高呼打倒沙阿国王。这不是游行，这是雪崩。Part 4： 欺骗与眼泪。国王的离去。这时候的巴列维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君主了。他身患淋巴癌，依靠强效药物维持着精神。面对失控的局势，军方将领请求下令开枪镇压，说陛下只要杀掉10万人就能保住王位。但这位被骂作暴君的人却在最后一刻心软了。他说王位不值得建立在同胞的鲜血之上。1979年1月16日，寒风刺骨，巴列维国王在梅赫拉巴德机场含泪向他的官员道别。他带走了一把泥土，却留下了整个王国。2周后，一架法国航空的包机降落在同一个机场。阿亚图拉霍梅尼回来了。他在巴黎时，对西方媒体展现出一位慈祥长者的形象。他承诺民主，承诺自由，承诺教士不干预政治。数百万伊朗人像迎接救世主一样迎接他，左派知识分子欢呼雀跃，一位属于他们的理想国终于到来。但他们错了，错得离谱。Part 5： 卸磨杀驴。红色的清洗。革命胜利的那一刻，就是清算的开始。霍梅尼迅速撕下了宽容的面具，他利用那场震惊世界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，成功地将国内的矛盾转移到了外部敌人身上，并借机整肃内部。最讽刺的悲剧发生了。那些曾经跟着沙里亚蒂信奉红色什叶派的年轻学生，那些帮助霍梅尼推翻国王的左派组织，如人民圣战者组织 MAG 人民党，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新政权的头号敌人。在神权统治者眼中，你们这些无神论的盟友比国王更危险。这就是红黑联盟的结局，黑色吃掉了红色。
数千名左派知识分子、大学生被逮捕、处决，他们的尸体被埋在无名的荒野中。沙里亚蒂制造的怪物最终吞噬了他的信徒。Part 6： 血肉长城，神权的固化。如果说革命夺取了政权，那么战争则固化了神权。1980年，邻国的萨达姆、海珊以为伊朗陷入内乱，悍然发动入侵，两伊战争爆发。对于普通人，这是地狱；但对于霍梅尼，这是真主的礼物。战争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，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被视为叛国。伊朗的军队被清洗，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革命卫队。更令人心碎的是，那些被称为巴斯基 Basij 的民兵，无数10几岁的少年，脖子上挂着廉价的塑胶钥匙，据说那是通往天堂的钥匙，高喊着口号，用自己的身体去引爆地雷，为坦克开路。这场持续8年的惨烈战争造成了100万人伤亡，但也将神权统治浇筑得坚不可摧。当硝烟散去，伊朗人发现，那个曾经许诺的自由天堂没有降临，他们只是从一个穿着军装的独裁者手中，换到了一个穿着长袍的独裁者手中。结语：漫长的黑夜。1989年，随着狂热强人霍梅尼的去世，两伊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。幸存的人们擦干眼泪，以为那长达10年的自杀式疯狂终于画上了句点，日子总该好起来了吧？但历史总是喜欢开残酷的玩笑，噩梦并没有醒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。接过权力的继任者没有选择休养生息，而是将这个国家带往了另一个更深不见底的黑洞。这场革命付出的代价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漫长，真正的审判还未降临，而那个关于毁灭与重生的最终局才正要拉开序幕。下集预告第4章：孤狼的末路与最后的审判。后记：神与魔的界限 ，The boundary between divine and demon。看着这些以神之名建立的监狱和以人民之名挖掘的坟墓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这一切的疯狂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就笔者看来，真正的修行与修炼是向内寻找。他们往往甘于平淡，绝对不会觊觎人间的政权。相反的，只有政客与独裁者才会把神当作无止境的提款机。他们以神之名夺取政权，铲除异己。他们以神之名把人民送上战场，再给反对者定罪。在真正的神眼里，这些窃取天意来满足私欲的统治者，他们通往的不是天堂，而是地狱。而与之结盟的无神论，则是另一种毁灭人类的手段。正因为心中无神，杀戮便不再有道德的负担。正因为否定了神，统治者才能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塑造成人民唯一的神。而所谓的无神论的本质，正是魔鬼。期许世人都能够认清魔鬼的手段，走向真正通往神的道路上。